每天打开手机又有新的 AI 工具，昨天才刚搞懂这个，今天又出了另外一个。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怎么追都追不完？老实说，我也是，那种焦虑不是我不会用，而是我不知道现在学的这一个，明年会不会就被淘汰了。所以几个月前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开了这一个频道。今天这支影片不聊工具，不聊教学，我想要聊聊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到底学到了什么。那我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？其实原因很单纯，我想要在工作之余真正搞懂这些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做什么。每天都在滑 AI 的新闻，看别人的介绍影片，看完觉得好厉害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看跟做是两回事，看别人示范觉得很简单，自己一打开就会发现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想要的不是知道有这个东西，而是真的动手做过一遍，知道这个工具的能力跟极限在哪里。而做影片刚好让我有动力把这些东西学到能 demo 的程度，因为要讲给别人听，自己一定要先搞得够懂。而做影片就是让我自己学得更深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做这个频道之后，我的焦虑有比较少吗？或许有，但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戏剧化。焦虑不会因为我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消失，因为新的工具还是一直出来，我还是会觉得自己跟不上。但有件事情确实不一样了，当我真的动手去使用一个工具，做了几个 demo， 踩过几个坑之后，我会开始建立一种掌握感。我知道工具的能力边界在哪，那个焦虑会从我什么都不懂变成原来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会开始有一种判断力，看到新的东西出来，我不会马上焦虑，而是会想，这个跟我之前用的比起来差在哪里？它真的比较好用吗？我开始可以分辨哪些是有用的进展，哪些可以先放着不管。这个判断力只有动手做过的人才会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到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，想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学到的事情，永远的测试版。LinkedIn 的共同创办人 Reid Hoffman 写过一本书，叫做《第一次工作就该懂》。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Permanent Beta， 永远的测试版。软体产品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Beta 版，代表它还没有被完成，但是先推出来让大家使用，一边改一边用。书里面举到一个例子 Gmail 在2004年就上线了， Beta 的标签挂了整整5年，当时已经有好几百万人在使用了，但是它还是写着 Beta， 因为 Google 的态度是这个产品永远都在进化，永远有可以改的地方。 Hoffman 说，你应该也要这样看自己，承认自己还有 bug 还需要改进，但同时间也要对自己怀抱着信心，因为你有不断进步的能力。我做这个频道就是这样，我第一支影片讲话会卡，节奏掌握的不是很好，说好听是第一支影片，说难听就是有点粗糙，但那是我的 beta 版，我的 version 0.1。到有第二支影片、第三支影片，后来陆续加入了动画辅助，节奏也掌握的比上次好，每一支都比上一次再更好一点点。重点是，如果我当初等到准备好才开始，这个频道就不会存在了。遇到不会的学就好，我本来就是一个测试版。讲完要动手做，接下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事情，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。做 AI 内容一定会遇到一个诱惑，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，每个东西都自带流量。你只要第一时间做第一支影片，就会有人看。但新技术刚推出的时候，它一定还在摸索，还在更新，可能还会有 bug。我今天教了一个用法，可能下周就改。追热点可以有短期流量，但对学习对观众的价值，我觉得相对有限。所以我在做内容的时候，会刻意选择哪些东西先不做。你在这个频道看到的每支影片，都是我觉得现在讲了，希望它3个月后还是会有用的内容。这个道理不只适用在做内容，面对 AI 焦虑也一样，不需要什么都跟得上，你只需要想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真的重要的，把那些搞懂就好，因为你的注意力比任何 AI 工具都还要值钱。所以做了这个频道之后，我有克服 AI 焦虑吗？老实说没有，我到现在也还是会焦虑，看到新的东西出来，还是会有那个瞬间觉得我是不是又要落后了。但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焦虑不会因为我一直想就消失，只会在我开始动手做的时候变小。所以克服焦虑最好的方法从来都不是想通什么道理，而是开始动手做。我现在也还在学，每一支影片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尝试。如果你也在焦虑，那刚好我们一起学，一起当测试版。今天就开始吧，找一个你有兴趣的 AI 工具，打开来玩个10分钟就好，不用有目标，就是玩。你会发现焦虑在你动手做的那一刻就开始变小了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听别的主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